wonder if I died with tears come to her eyes. But nah, you wouldn't understand. I reached my peak, I can't speak. Call my nigga Cheek, tell him that my will is weak. Hello, what's up, guys？ 这是你的好朋友 Josh， 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聊一聊柯达发售的新胶卷，柯达金200的120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在这个胶卷价格疯涨的年代，柯达又出新胶卷了。说是新胶卷了，其实柯达金200一直都有35毫米的胶卷。说实话，其实之前我一直都很少用金200 35毫米的胶卷，因为我更多的选择是柯达的 Color Plus 200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是因为柯达 Color Plus 200的包装更吸引我吧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来看一看我用这个金200的中画幅胶卷拍了什么吧。这一次我拍摄了4卷金200，去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拍摄。这一次使用的相机呢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康泰时的645，这个相机呢，在之前很多的视频中都出现过，我也比较喜欢用这一台相机。首先呢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去一趟加州知名1号公路的 Big Sur。在海边的时候拍摄的时段不是特别好，下午太阳特别大，大家都知道这种时段拍摄风景、颜色以及光线都不会特别好看，所以我也没有拍太多。看见一些有意思的景色，偶尔停下来拍2张。当晚饭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 Monterey 的一家韩国餐馆，时光仿佛定格在了80、90年代的美国。隔天回家的时候，在路上看见一家专卖复古车的车行，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拍车。看这个场景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熟悉呢？没错，我又回到了我以前住的地方了。这辆车在我之前 CineStyle 800T 夜拍的视频中也有出现过，每次路过这儿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拍上那么几张。疫情之后，我已经很少来旧金山的市中心了，毕竟治安非常不好。每次来 Chinatown 中国城都会遇见奇奇怪怪的人，但这一次来好像没有了往日的热闹，很多商店都没有开门。但是不变的呢，依旧是这些富有特色的建筑和灯笼。
拍2张照片臭美了一下。其实在照片扫描冲洗出来之前呢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些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当我拿到照片之后，还是有一点小喜悦的。我能想到和这个京200对比的胶卷，当然就是柯达 Portra 160了。我个人感觉京200的色彩与 Portra 相比会更加饱和一点，白平衡会更加暖一些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把照片放大还是能看见非常多的细节的，阴影的细节也表现得特别好，照片的颗粒也非常的细腻。其实在拍摄之前，我真的不对它抱太大的希望，毕竟它每一卷比 Portra 160要便宜了将近2美元。但是拍完之后，我感觉真的不输 Portra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在这个胶卷价格猛涨的年代，柯达给了我们大家更多性价比的选择，毕竟能省一块是一块。我也希望接下来柯达以及其他的胶卷公司能生产更多不一样的胶卷，供我们这些胶片爱好者以及摄影师们使用。当然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了，毕竟他们能不停产已经很好了。视频的最后呢，放上一辆我新买的旧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 ，peace。